大家好，豆壳。本期视频咱们来聊一聊，在选油漆的过程中那些常见误区，哪个品牌的油漆好？说起选油漆，大多数的师傅或者业主们会分享自己的使用经验，说某个品牌的油漆好，用完以后这个颜色很满意，要么呢就说是刷完以后的 finish 很好。这里边其实有很多的误区。首先，油漆是有分类的。每个品牌的油漆根据配方的不同都有等级分类，价格差异也很大。当你随便拿出两个品牌的油漆进行对比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你对比的这两个产品很可能不是一个级别的。咱们拿这个级别表来简单的对比一下，贝尔、Sherwin-Williams 和 Benjamin Moore 都有各自系列的产品。这个表格呢，就是按照价格高低和等级进行排序的，大致可以分为5个分类。在贝尔油漆里面，最贵的是 Marquee， 而 Sherwin-Williams 里面最高级别的呢是 Emerald， 而 Benjamin Moore 里面最好的是 Aura。 这个就像田忌赛马一样，你应该选择同级别的油漆进行对比，而不是跨级别的对比。但是很多人就奇怪了，为啥设计师们都极力推荐 Benjamin Moore 的油漆？这个呢，咱们就不得不说一下 Benjamin Moore 的市场策略了。Benjamin Moore 他很聪明地采用了弯道超车的市场策略。当其他品牌都在抢占市场，对消费者下手的时候， Benjamin Moore 对设计师们下手了，尤其是室内设计师。他们制定装修课程，赞助培训课程，将颜色进行分类命名，把他们的色号植入到培训课程里面。在各种公关努力下，把 Benjamin Moore 的培训课程变成了室内设计师的必修课。用他们的颜色系统搭配教学灌输给设计师们。这样一来呢，设计师们最先接触的就是这个牌子的油漆，而颜色搭配也是采用他们的色号来进行搭配的。时间久了，这些色号呢就印在设计师的脑海里了，就变成了终身的免费广告。咱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在橱柜行业里面，最常见的是3种颜色：牛津白 CC30、云白 CC40、Chantilly OC65，这些都是 Benjamin Moore 经典的白色。当然了，其他的品牌也尝试这么做，比如 Sherwin-Williams 也列出了一些这个颜色培训课程，但是呢，都做不到 Benjamin Moore 的这个程度。所以说啊，设计师们经常提到的颜色色号，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被 Benjamin Moore 给洗脑了。当然了，这些色号成为了经典，就不代表只有他们有。这些颜色在任何一家油漆店都可以调配得出来。我们之前做过对比，同样一种颜色，贝尔调出来的反而比 Benjamin Moore 调出来的更接近色卡。 This is perfect cotton ball, right? Yeah. This is slightly yellower. Yeah, so the bear one is the best Very match. good. Yeah, get the bear. And this is bear. Get Yeah. this. Let's check mark it. 而说到调色，咱们呢就不得不说一下贝尔的电脑调色机。这个呢是1988年贝尔推出，最早在贝尔油漆店使用的，而现在呢几乎所有的油漆商店都在使用。下面咱们来说一下住宅油漆涂料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这个表来自 Statista， 是美国建筑公司油漆消费市场占有率。在这个表上，大家可以看得到，销售量最高的是 Sherwin-Williams， 紧跟其后的是 Benjamin Moore 和贝尔。然后呢，咱们再来看一下油漆的市场价格对比。因为我对油漆的研究从2019年来就开始了，一直迟迟没有做出来，就是因为这里边的水太深了，我想了解的更彻底一下。这些数字是2019年的价格，但是呢，不影响咱们现在的分析。在这个图表上，我们还是拿3大油漆品牌来进行举例。我们可以看得出 Sherwin-Williams 它的价格是最贵的， Benjamin Moore 紧跟其后，贝尔的价格最便宜。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 Sherwin-Williams 它的价格最贵，而市场占有率最高呢？这个就不得不说一下不同品牌的市场策略。这3家油漆巨头采用的运营模式是完全不同的。Sherwin-Williams 在北美采用的是直营店的模式，公司拥有店铺，统一管理，店铺呢主要是给客户来提供服务的。他们有专门的大客户营销团队，针对大型的项目进行营销，经常会给客人一些礼物、折扣、促销活动等等，来维护客户关系。这些活动有的时候促销价格特别低，就跟捡漏一样。靠这些手段，时刻保持良好的客户关系来占领市场。但是如果你只是零售客户，你是得不到这种关照的。虽然 Sherwin-Williams 它的价格定位最高，但是呢，它给的折扣也是最多的，甚至可以接近40%。最后的价格跟其他品牌打完折以后呢，基本上差不多，有的时候甚至更低。而客户一说出去用的是这个油漆，它的单价很高，就觉得占了便宜。而 Benjamin Moore 采用的是加盟模式，不同的店家根据客户类型、消费情况来给予不同的折扣，一般可以拿到20%到30%的折扣。由于店铺是加盟模式，每家店铺有自己照顾客户的方式，因此在服务方面，他们做的呢就相对要到位很多。之前Benjamin Moore 在跟零售巨头 Lowe's 快要谈成合作的时候，因为加盟商们进行抗议，最后呢只好放弃合作，由巴菲特出面才化解了这场危机。到如今，公司呢还是坚定不移地走加盟路线。而 Behr 是背靠 Home Depot， 借助其店铺优势来推广其产品的。他们采用的是低价策略，在价格上比其他家都要便宜。在 DIY 就是自主动手的客户方面，他们的市场占有率是第一位的。而在折扣形式方面，也是按照客户消费的数量以及 Home Depot 对应的促销活动来进行的。一般来说，最常见的是10%的折扣，一般的 contractor 都可以拿到。而如果量大，再有积分卡，最多可以拿到20%的返点折扣。这么一算下来以后，这3家油漆巨头的产品折扣完，价格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那么这些油漆品牌，哪个牌子的油漆是最好的呢？ Consumer Report 就是消费者报告，对油漆测试每年都有排名。网上也有很多的油漆测试对比，在这些测试里面，10年来Behr一直是消费者报告里面排名第1位的。而网上的对比测试 Sherwin-Williams、Benjamin Moore、Behr 3家的顶级产品基本上都是不相上下。这种测试因为受到测试环境、测试方法的影响，结果呢会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即便在这些吹毛求疵的对比下，大家还是很容易的可以看得出来，同级别的油漆产品差别并不大。但是这些测试是有问题的，跟我们实际的施工衡量标准完全不同。更重要的一点是，测试的方法也有问题。他们只是对耐擦洗、防油污、覆盖能力、耐摩擦等方面进行了对比，而对于施工流畅度、快干程度都没有比较，这就造成了评测跟实际的使用情况差别很大，甚至让人感觉不可信。其实油漆除了等级对比之外，它们的表面完成效果差别也很大。比如耐擦洗能力，同级别的油漆，亮光的比压光的更耐脏，也更耐擦洗。而底漆的选择也很关键，有些油漆适合喷涂，有些适合粉刷。不同的师傅、不同的施工工艺完成的产品差别很大，刷完了以后，就是行业专家很多时候都分不出来你这刷的是哪个牌子的油漆。更多的时候，油漆颜色搭配、表面处理、施工方法比品牌本身更重要。油漆具体该怎么来选？为什么有些贵的反而不好？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的油漆知识，欢迎您留言。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见，拜拜。